很多人认为濒死体验是一种宗教或者是超自然现象，但实际上它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进一步的解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今天咱们来讲濒死体验。有这样的一段记录：我告诉自己，如果我再吸一口气，那将是我的最后一口气。我正高高的往上飘，我徘徊在一片大的森林上面，而远处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水域。这是一个濒死者自己的亲身记录。那么我们回忆一下这个故事的开始。2020年的5月11日，一名叫做李的消防员不幸感染了新冠病毒 COVID-19， 由于病情进一步的恶化，最后不得不被救护车紧急的送进了附近的急诊室进行进一步的抢救。在去医院的路上，医护人员给李做了沙丁胺醇的呼吸治疗，一开始似乎起了作用。在到达医院之后，医护人员又给李接受了一次呼吸治疗。治疗结束之后，李告诉护士说他的呼吸仍然非常的困难，护士让李等一会儿。那么因为再过45分钟就是他要接受另一种治疗了。然而护士离开了房间，此时李的呼吸变得更加的糟糕了，所以他按下了急诊室的按钮。李描述他当时是我能吸气，但是不能呼气。这时一个急诊室的医生走进来，大声的呼救，并把李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因为在那里有更多的技术设备。2名医生正试图通过绑在李手上的静脉输液输入一些药物。李说他知道如果他再吸一口气，那将是他的最后一口气。接下来李感觉到他的身体高高的漂浮到了一大片茂密的森林之上，森林绵延数英里，远处还有一个美丽的湖，平静无波。李说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丽茂盛、令人惊叹的森林。在这个过程当中，李不觉得疼痛，但是能感受到他在缓慢的移动，同时李感到没有任何的烦恼，他想继续的待在那里。但是转眼之间，李感觉又回到了医院的病床之上。急诊室的医生告诉李，他非常的幸运，目前需要植入心脏搭桥机来帮助他进行呼吸，并会在医院待上几天之后就可以出院了。4天之后，李的呼吸确实得到了大的改善，他终于可以回家了。李强烈的认为他自己经历了濒死体验，并且把他的这次经历写在了濒死体验研究基金会的网站之上。正是这次濒死体验使李在对死亡面前有不同的看法了。他说他不再有那么多的恐惧来对待死亡了。那么李所描述的濒死的体验到底是什么呢？濒死体验是一种在接近死亡时一些人所经历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灵魂出体、看见天堂、地狱，或者是见到死去的亲人，见到宗教人物或者上帝等等，以至于甚至有时候会有回顾一生的生活、极度的恐惧、完全的平静、安全感、温暖、彻底的破碎感，或者会看到一道亮光的出现，甚至看到超我和超时空的东西，以及其他超自然的现象。濒死体验是否真实存在呢？在刚刚李所描述的他的经历当中，他感觉他正在往高高的地方漂浮，同时呢，看到了一片茂密的森林和大片的水域。这些特征和濒死体验的概念中所提到的灵魂出体和看到了超时空的场景是非常相符合的。显然是李是经历了一次难忘的濒死体验，
后来呢，李把他的这个濒死体验以自述的方式写在了濒死体验研究基金会的网页上，他的编号都是有的，是4864李 SNDE 9117。什么是濒死体验研究基金会呢？濒死体验研究基金会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侯马市，叫侯马，他的放射肿瘤科的医生博士 Jeffrey Long 和他的妻子 Jordy 在1998年创立的。最初杰弗里博士是想创建一个论坛，让全世界有濒死体验的经历者来分享他们的真实故事，这样就能通过直接问濒死体验者本人，从而呢验证濒死体验是否是真实的。那么研究的最终答案是什么呢？从1998年到2020年的20多年里，濒死体验研究基金会网上已经有超过4800个关于濒死体验的真实案例的自述，并被志愿者翻译成多种语言，每个月更是有超过50万的读者，广泛的传播。到这里，濒死体验是否真实，Jeffrey已经有了答案，它是一个响亮的 yes。 也正是这一项研究成果，使他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来世的证据：濒死体验的科学》的作者，而且销量巨大。科学界对此濒死的看法是这样的：科学界是分成两派，濒死体验现象吸引了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但是这些研究者分成了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目前科学家们对濒死体验现象是否存在并没有怀疑，认为它确实是存在的，得到科学认证的。根据不同的研究结果，科学家发现心脏骤停后苏醒过来的人当中，有10%到20%的人有过濒死体验的经历。让科学家产生分歧的是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濒死体验是大脑严重的缺氧后的一种独特的生理现象。明尼苏达睡眠紊乱研究中心主任马霍沃尔德他表示说，很多人认为濒死体验是一种宗教或者是超自然现象，但实际上它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也有很多科学家认为，死后的景象实际上与人死后大脑活动的激增有关。密西西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临床诱导老鼠心脏骤停，同时检测它们的大脑活动后，得出这一结论。他们发现，在像老鼠这类的啮齿动物生命的最后30秒的时候，它们的大脑活动激增。分子和综合生理学副教授以及神经学副教授吉米·博尔基金博士他说，这项在动物身上进行的研究是第一次处理濒死大脑的神经生理状态。我们推断，如果濒死体验来自于大脑活动，那么即使在大脑血流停止之后，人类或者动物的意识的神经关联也是应该可以识别的。吉莫·博尔基金教授他还补充说，我们在心脏骤停期间会发现一些大脑意识活动的迹象，那么这一预测得到了数据的证实。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的科学家则认为，濒死体验并非这么简单。他们认为濒死体验是一种意识扭曲现象，而且人类的意识可以不依赖于大脑而存在。目前人类对意识的了解还远远不够。爱尔兰心理学家卡尔·简森他认为，濒死体验现象的形成原因是对人类来说仍属于神秘王国的范畴，目前我们不可能把它解释得清楚。美国哲学家、医学博士穆迪在他的《生命后的生命》一书当中也说到，濒死经验是人在弥补之际因恐惧死亡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科学尚无法解释清楚的奇特现象。来自美国宇航局 NASA 火箭工程师韦恩·冯·布劳恩，他就说人其实是有来世的。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圣经第3册》，听着书名 Oh my God， 嗷嗷狠。那么关于冯·布劳恩我们将会单开一局。那么这位火箭工程师声称，宇宙的基本定律支持
上帝和未来世界的存在，或者也叫来世的存在。冯布劳恩认为，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消失的，人类的灵魂同样是不朽的。这位工程师甚至声称，对未来的信仰给了人们道德力量，让他们成为更好的、更有道德的人。他说，在现代社会，许多人似乎觉得科学不知何故地使这种宗教观念不合时宜或者过时了。但是我认为科学给怀疑者们带来了真正的惊喜。例如，科学告诉我们，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即使是最微小的粒子，也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想想看，一旦你这样做了，你对生活的想法就会完全不同。科学已经发现，任何东西都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大自然不知道灭绝，它只知道变换。冯布劳恩继续解释道，现在如果上帝将这一基本原则应用于他的宇宙中最微小和最无关紧要的部分，那么假设他也将这种原理应用于他所创造的杰作人类的灵魂上，难道没有意义吗？那么他自己回答说，我想这一定是有意义的。科学教给我的一切，并将继续教给我的，都加强了我对人死后的精神存在的连续性的信仰。没有东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同一段话当中，这位火箭科学家还引用了美国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我相信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在另一个生命中会受到公正的对待，尊重他在这个生命中的行为。那么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在西方，相信濒死体验的人与反对者是对峙着的，没有谁能够占上风。所有否定濒死体验的人站在所谓的科学立场，引经据典，而所有相信濒死体验的人都拒绝科学的说法。他们质疑，谁给了科学最终裁判的权利呢？当然，说明一个东西的不存在比说明它的存在要困难得多。濒死体验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谁能在自己死后现身说法，证明濒死体验不存在呢？直到今天，濒死现象依然是众说纷纭。但是不管怎么说，濒死体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具有特殊的广泛性和独特性。一方面，研究者们对濒死体验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客观而深入地进行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文献。另一方面，当濒死体验研究证明濒死现象是大脑神经系统的一个综合性的症状反应，它包括生物学、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综合研究，而不是死后世界的探究时，其研究方向转为晚期治疗、临终关怀以及防止自杀、珍爱生命等方面，更具有价值与意义。这里说起来似乎有点绕嘴，而且有点烧脑。濒死体验研究基金会的创始人杰弗里·朗博士正在专业的发展，成为当地杰出的放射肿瘤学家。他就在着手写他的一本书，名字就叫《上帝的证据》。他说他正在升级他的网站，组织群组，而且创建了一个濒死体验社区。他们希望可以创建一个基于 NDE 的临终关怀模式，并将举办一个 NDE 大会等等。Oh my god， 嗷狠！那么小伙伴们听了濒死体验的故事之后，你是怎么想的？你的周围有这样经历的朋友吗？或者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请在下方留言。那么在疫情之时，祝愿大家平安，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哥。Peace out。